为什么我们会有情绪？从原始人到现代人，试想这样一个早晨，你起床，照镜子看着自己，没有一点感觉。你吃早餐，喝着热腾腾的咖啡，却无法感受香气，也提不起一丝愉悦。你走进办公室，主管对你冷嘲热讽，你面无表情，同事请你帮忙，你也没觉得烦或好心。下班回到家，小孩笑着扑向你，你一点都不觉得可爱。这不是什么冥想境界，这是失去了情绪，没有快乐，没有生气，没有惊喜，没有难过。你像是人生的旁观者，活着却不再有感。你可能会以为好像也不错，不用那么烦恼，那么焦虑，那么被情绪勒索。但几天后，你会开始觉得怪怪的，为什么活着像机器一样？为什么我知道该笑，却笑不出来？这时你会发现，情绪不只是生命的调味料，而是我们能够活着的关键证据。这一刻，我们要解开这个古老又超现代的问题：情绪到底是什么？为什么我们一定会有？先来一趟时间旅行，回到10万年前的石器时代。你是个住在山洞里的原始人，你走出洞穴打猎，忽然听到草丛沙沙作响，是风还是野兽啊？你心跳加速，肌肉紧绷，大脑发出警讯，快跑！你立刻躲到一块巨石后面，然后看到一只野狼扑了过来。这一切反应不是因为你思考得多周全，而是因为你感受到恐惧。没错，恐惧救了你一命。也许你也曾因为愤怒而保护家人，因为哀伤而释放内心的痛，因为喜悦而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连结。这些不是多余的感性，而是我们从原始人一路进化下来的生存技能。情绪是我们的生存导航系统。想象你是一部高科技的车，情绪就是那组自动感应系统。危险时，它帮你刹车；好消息来时，它帮你加速；情况模糊时，它不断闪红灯提醒你该注意了。以下这些原始情绪就是这组系统的基本配备：恐惧，帮助你逃命、避险、快速做出反应；愤怒，让你有力量捍卫界限，反抗不公；厌恶，让你不会吃下腐败的东西，不会靠近有毒的人事物；喜悦，促进合作与社交，让你愿意接近他人，分享资源；哀伤，促进疗愈与支持，让你在失落后找到安慰与复原。从生物学角度来看，情绪的任务只有一个，让你活得更久、更好。也就是说，情绪不是多出来的，是设计好的。问题来了，我们还活在山洞时代的大脑里吗？是的，这才是最大的冲突。我们的生活早就不需要每天打猎或逃命，但我们的大脑，特别是情绪系统，还是那套原始设定。你明明只是打开社群媒体，看别人升职的消息，但大脑却以为你失去了地位，立刻启动
妒忌加自我怀疑模式，你只是被主管盯了一下眼，大脑以为你面临被驱逐的风险，马上让你紧张、焦虑。你只是没收到讯息回复，大脑以为你被忽略，心理小剧场连播10集。现代生活中的情绪风暴，很多其实是古老大脑误判现代情境。我们的硬体大脑没问题，但它跑的是10万年前的作业系统。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人明明很安全，却很焦虑，很自由，却很不快乐。那么情绪到底是什么？一言以蔽之，情绪是身体对意义的反应。听起来有点哲学，但很简单。当你遇到一件事，你的大脑会自动评估它的意义，对我好还是坏？有危险还是没有？会不会失去人际连结？是不是会痛？根据这个意义评估，你的身体就会产生对应的情绪反应。这不是你选的，是自动发生的。所以当你在地铁上被人撞到，你生气，不是因为撞这件事，而是你脑中评估这是不尊重我的讯号。当你收到老板一封语焉不详的简讯，你有空吗？你心跳加速，不是因为文字本身，而是你大脑判断是不是出事了。不是事件本身带来情绪，而是你怎么理解这件事的意义，决定你会有什么情绪。很多人说情绪可以转念，但在转念之前，你要先知道你为什么有这个反应。因为每个人的原厂设定不太一样，有些人更容易恐惧，有些人更容易愤怒，有些人从小被教导不能表达情绪，于是学会了用冷漠来隐藏害怕。所以当你突然情绪爆炸时，不要急着压下来，也不要急着分析解决，先问自己一句话，这个情绪是不是在帮我守护什么？可能它是为了保护你的自尊，可能是想提醒你太久没休息了，可能只是想告诉你你很在乎这件事。情绪不是坏人，是你内心的防卫军，他们只是很大声、很急，讲话不太有礼貌。结语，我们都有一颗情绪炸弹，但也是一个宝藏。是的，我们每个人都带着一套原始又复杂的情绪系统，它就像一颗不定时炸弹，说不定在某句话、某个画面、某种气味下突然引爆。但你知道吗？这颗炸弹也是一个宝藏，里头藏着你的渴望、价值观、恐惧、经历、创伤、爱与不安。当你懂了它，你就开始懂得自己，也开始懂得别人。从原始人到现代人，情绪一直在我们的身体里说话。我们唯一要做的，不是压制它、否定它，而是听见它、理解它，然后做出智慧的选择。接下来，我们将揭开不同的情绪样貌：愤怒、恐惧、哀伤、快乐、焦虑。它们有什么不同？又有什么共同的秘密讯号？别错过，我们正一步步拆解这颗情绪炸弹。